梁成所这个时候把你给辞了，对呀，觉得我是他们负担跟麻烦嘛，那肯定辞了我。这不仗义，太不仗义了，这连起码的道义都没有啊！这，啊，用着你的时候，跟你分钱的时候乐乐呵呵的，有点风吹草动了，先把你辞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这，哎呀，不提他们了啊！别玩了，别玩了！哎，你怎么办？现在，别喝点水。怎么办？反正一无业游民呗，一直晃悠着肯定是不行，得找个所吧。但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着合适的。回来吧，回大正，不在那儿干了。前几天主任还说呢，把你放走可惜，咱们回来。主任真这么说呀？真这么说的。不回去了，回去啥呀？我回去了，他们肯定就说他在粮成所混不下去了，所以就回来了。我这么要脸一人，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回去。老薛，今天找你来，除了是把这个咱协议签了之外，还有一件事挺重要的，我也指望不上别人，就靠你了。说什么事儿？那基于咱现在已知的这个情况，许卓有可能是作为他们律师来起诉我。那你就得替我应诉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不可能坐家里边等他们来告我，所以我就要委托你，你代理我去给明山集团你发一律师函，让他们把欠我的钱全都还给我，尤其是按照合同上的数额，1分钱都不能少，啊。最重要的是孙明山不是敢耍我吗？我就得让他付出代价，让他知道我有多厉害。诉钱保全，对，你要把共管账户给封了，我肯定封了他呀，他让我不好过，我不会让他舒服的呀。可行吗？怎么不可行啊？这代理合同是明山跟梁成所签的，你就是个委托律师，你现在直接起诉明山，主体是格吗？行啊，业务精进了，现在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想的挺全面，是这么回事儿，没问题。这梁成所不是为了跟我做切割嘛？他就跟明山这边签了一协议，说是所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让我去跟明山处理去，他们不参与，跟他们也没任何关系啊。这协议我放里边了，你主体的事不用太担心。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诉权的保全，这个有点麻烦。但我相信你啊，你今天呢就把这个申请去给交上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你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法院接受了，你就盯着法院，让他们把这个共管账户给我封了。如果不是我亲自解封的话，我让这孙明山1分钱他都动不了。1个月之内我起诉。你想好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孙明山能让你拖死，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就是想拖死他，我确定。好，诉钱保全我帮你，但是跟明山拼命这事儿我帮不了你。你啥意思啊？觉得明山是个大集团，你惹不起，害怕？不是这事儿，你想啊，你现在呢，是跟他们鱼死网破的拼命，这不是1天2天能办成的事儿。你现在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精力而且年轻的好律师，我，不是那最佳人选。罗英子是。哎呀，你加入罗英子他们所，你让罗英子啊给你代理。不加入，不加入。咱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你想想，如果许卓真的代理明山了，那家伙咬住就不松口，我一个人我对付不了的。你这样，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给罗英子打电话，你别说话。你干嘛？我给他打电话。别，这打什么电话？我就给他你放下。我生气了啊！你就是觉得罗英子喜欢许卓是不是？啊？许卓是什么呀？许卓就是个人，不过是有点传说。哪个女孩一开始听那传说能躲得过去啊？罗英子也不例外。但是这传说你靠近了，它就不是传说了。罗英子是个好女孩，也是个聪明人啊，咱正好借这事儿让她看清许卓的真实面目，这不挺好吗？不好，她现在经手万和，她又在许卓的团队，这情况这么复杂，你让她代理我的话，这合适吗？偏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吗？哎呀，
你就是心里边还惦记着罗英子吗？哎，提个他俩人在这死乞白咧的，这行了，这协议带不带？把协议签了。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不知道什么行。不提了，说不了话。还是那格式。这怎么这回要坑我多少啊？手下留情啊！但是这700万打回来的话，分成比例你说了算啊，老哥。喂，没写错吧？1块钱。没错。你真的假的呀？你假仗义吧？我跟你说，那钱全拿回来，你肠子悔青了啊，老薛。兄弟，其实这么多年呀，我跟着你挣了些钱了。咱俩每次谈代理费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地道。你心里边明白，我心里边更明白。兄弟，你现在遇上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去。真1块钱啊？真1块钱。来吧，里外的抱一下。抱一下。哎呀，好好的啊，有我呢。有你在我就安心啊。行。我把这事儿下了啊。这拿好。老薛，哎，那个，真的谢谢你。谢个屁！走了。孙总，陈硕那边发来律师函来了，要求咱们支付他全部的律师费用，这事儿您怎么看？晾着他，晾多久？我就怕把他晾成个风干肉，又硬又难啃，到时候再给咱们找麻烦。高律师，陈硕原来有量程所给他撑着，咱们难免受点牵制。现在他都被开了，那就是个散了黄的臭鸡蛋，沾谁谁咸，不成气候，怕他干什么？懂吗？是，来进来。孙总出事儿了，法院把我们的供款账户给封了。啊？为什么封啊？凭什么封啊？我那上还趴着1000多万呢。说是那个陈硕律师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通过了。什么叫保全？什么叫诉钱啊？怎么回事，高律师？我那钱怎么办啊？这钱暂时动不了了啊，除非您提供等价财产担保，或者是陈硕主动解封。他是故意的，接下来他肯定会起诉你。咱们可以复议，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存在诉讼风险。我建议咱们再考虑一下许卓，准备应诉吧。陈硕就是个混蛋。孙总，许卓咬死了就是不降价。我诉500，他要500啊，一个比一个贪心呐。孙总，账户1天不解封，这1400万就都是废钱。万一将来哪天起诉了，再拖上几个月，咱们开不了工，发不了薪，那还有可能影响咱们跟明海的谈判。那你是说让我拿着560换他那1000多万？我是觉得咱们先让他逼陈硕解封再说，代理费等诉讼之后再考虑怎么支付的。哼，许卓、陈硕、明海都想拿住我啊，都想逼死我。哼，哎，答应他，但是啊，我要风险代理。许律师，我们孙总同意了，但是希望您能够接受风险代理，您看成吗？你这小男朋友行啊，长得不错，还有钱。可拉倒吧，他有什么钱啊？他还欠我钱呢，我还得帮他要账，我光给他操心。
那你们这个爱情模式可不行啊，还没在一起就当妈，那可是大忌。问你个问题呗，有没有8块腹肌啊？这我哪知道呀？你们这出生入死要债的交情，没摸摸呀？没事吧？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徐律师，脸都红了你。我是千叮咛万嘱啊，这事儿就靠您了。这个案子找别人不敢说，找我不会让你们老板失望的。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成，那个合同我们抓紧时间给您发过来。好，再见。再见。哎，徐老师旁边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名山的法务啊，之前来找过徐老师，上一次价格没谈拢，这一次应该是成了。你吃啊？我吃啊，你不吃酱？我不吃，我减肥。他刚给我打电话没接，我去回一个啊。问问有没有8块腹肌啊？喂，秋姐，许卓确定代理名山了，我亲眼看到的。现在怎么办？要告诉罗姐吗？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让许卓发现你。我想想怎么跟罗英子说啊。行。哟，今儿就夏叔一个人去卓越所卖命啊？你跟家躲清闲呢？卓越所不是到收尾工作了吗？他一个人去就够了。哎，那要不然你叫我夏叔出来吧？我看你们俩最近在卓越所孤军奋战，挺不容易的。我请你们吃大餐。吃大餐，先待会儿再说吧。我问你啊，哎，你是不是把之前良城所的那个八卦群给退了？我又不到那儿上班了，我还留那群干嘛呀？他们所破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3天前，良城所跟陈硕切割了，良城所逼陈硕走人啊，情况就跟咱们当时是一样的。陈硕主动提出的离职。那他怎么都没跟我说呢？因为什么事儿啊？说是因为陈硕私自从共管账户转账，被名山集团威胁起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夏叔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许卓已经正式代理名山集团，要起诉陈硕了。什么？其实前几天夏叔就发现名山集团的人接触过许卓，只不过当时没谈拢，还没签合同，我就没跟你说。许卓代理名山，良城所又辞退了陈硕。哎，不是，陈硕跟我聊过这个案子，他不就是一个什么经济纠纷吗？所以我才觉得，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纠纷。如果要仅仅是经济纠纷，那良城所至于吗？那还会有什么呢？名山找许卓，肯定是冲着陈硕来的。喂，陈律师吗？我许卓。我们可不可以见见？哼，徐律师啊，这地儿不错啊，有腔调，够大，这少点人气啊。我没在里边待过，是不是跟里边的感觉差不多？没人关心，挺凄凉的吧？这可比里面大多了。我在里头的时候就发过誓，只要我能出来，就绝对不会再回去。可没想到又进去了一次。但当我再次安全脱身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打倒我。许律师，你给我讲这些还挺励志的，但是我也不是崇拜你的小姑娘，你说这些呢，我也不会被你打动啊。
请坐。不了，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我并不想和陈律师为敌，接手明山，我实属无奈。只要陈律师愿意和明山坐下来谈判，承认从共管账户上转款属于违规违法行为，那钱的事情好办。许律师，你今天约我来，并且刚刚跟我承诺这些，明山集团知道吗？我没告诉他们，我想和你私下谈判解决。背着自己的委托人私下约对方去勾兑，这有违律师的职业素养吧？还有啊，如果是就这件事的话，我可以直接回复你，我不同意。陈律师，我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逼我？对呀，这话说的没错呀，咱没什么仇怨啊。就算是3年前咱们打过官司是对家，我输了，可也没什么仇怨呢。我为什么逼你啊？啊，再说我逼你什么了？你知道？我不知道。好吧，现在我不代表明山集团，我只代表我自己。只要我们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找我麻烦，明山的事情我帮你摆平。许律师，你到底在怕什么呀？这么说，就是不答应了。不怕树敌吗？我陈硕走得端，行得正，我什么都不怕。还有就是，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许律师你想对我做什么的话，随便，我不怕。再想想。不需要。再见。再见。喂，喂，程无良，听说你被粮政所开除了？啊，被你说中了，被开除了，有事啊？有事啊？你干嘛呢？无业游民能干嘛？闲着呗。正好，咱们见一面吧。有事吗？见面再说吧，好吧。老地方见啊，我这就出发，挂了。什么事啊？明山的事我听说了。啊，不就一普通的案子吗？再说了也没规定律师自己不能打官司。倒是你挺奇怪的，是为了我特地过来的，不会是代表谁要劝降我吧？什么意思？没听明白，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你不会是代表许卓来劝降我啊？那我告诉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陈硕不是被吓打的。我劝什么降？我为什么跑过来？你不清楚吗？不清楚。这不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经济案件吗？为什么呀？跑这么老远？因为什么呀？这样子呢，就算是最后我输了，大不了我还钱呗。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想跟你好好谈谈这个案子呀。只是想谈案子。这案子你之前也跟我讲过，
我问你呢，只是想谈案子。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更多的细节。那行吧，那就谈案子。还有，你把那个合同发给我。发过去了。案子呢就是这样的，我代表明山集团跟明海打官司，官司赢了，明山呢却背着我去跟明海去谈和解去了。幸亏我签合同的时候呢，我当时留了一手，规定如果背着律师去谈和解的话，就视乎于律师所有的职责全都完成了，所有的代理也都完成了。那么明山呢就要向我支付所有的律师费。当然了，我没这么做，我只是等到第一笔执行款到账的时候，我自己提出了560万。那么现在明山呢要求我退还，我不同意，他们就告我。合同规定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但是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扣划或者分配代理费用。我知道，我当时没提这个，因为我知道提了也没什么用。能拿钱解决事儿都不是大问题。你就是建议我把钱退回去呗？我建议你自保。这件事情是明山不占理，但是你所做的也不是不可指摘。明山现在想请徐老师，他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我劝你先把钱给退了，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站住脚。你之后可以再拿着协议起诉他，未必不能赢。什么时候他一口一个徐老师，能不提他了吗？他不重要。那谁重要啊？我陈硕重要吗？你告诉我，陆英子，我重要吗？重要吗？他不重要啊！行，他不重要，我也不重要。他不重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全看明山的态度。今天他们可以民事诉讼，明天可能就会刑事诉讼。如果他们告你侵占，你就很有可能坐牢了。我知道会是这结果。那你作为律师，你现在咱俩谈谈这案情。你代表明山的话，你往哪个方向打呀？你会往刑事方向打吗？当然不会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呢。那不就得了？你提什么刑事呀？你刚刚说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除非你知道这个许卓，他一定要告我侵占，把我送到牢里边去。那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嘴脸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占他呢？现在咱们能不提这姓许的了吗？我今天来就认为你应该跟明山协商啊。行了，陆英子，咱不聊这些了，好不好？我谢谢你今天花这么多时间，为了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聊这些，我谢谢你。但我也请你回去告诉这个许卓，这钱我不可能退，除非他有能耐把我给赢了。你很重要。徐老师，我回来了。坐。哎，相亲先生怎么样？嗨，这刚见了一面，8字还没一撇呢。那太好了，我真担心你相亲成功了就不回来了，那我损失可就大了。徐老师，那个我有件事儿想和您聊聊。你说。您是要代理明山集团起诉陈硕律师是吗？我刚签完约，你就听说了。是，明山集团是要起诉陈硕，怎么？你是想？陈硕是我朋友，所以我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吧。那个合同我看过了，固然陈硕没有经过甲方的同意擅自转款，这事儿他欠妥，但毕竟明山背信弃义，违约在先嘛。徐老师，咱们都是干律师的，也都有被自己当事人背叛过的经历，所以您应该很能理解陈硕擅自转款的原因，对吧？您看您能不能说服明山集团先履行协议，然后再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你是在哪看到这份协议的？我管陈硕律师要的。这是一份保密协议啊。是，但是明山不是也认为协议履行完毕了吗？这份保密协议是没有期限的。算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应该清楚，现在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我所做的一切要对明山负责。那您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呢？首先，
陈硕律师应该把那笔款转回敏山集团的账户上。想解决问题，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再谈律师费的事。但徐老师，您也应该知道，明山集团背着自己的律师跟对方谈判，陈硕就因为这件事情，对明山集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让陈硕首先还款，我觉得这事儿挺难办的。如果坚持不还钱，那我作为敏山集团的代理人，我只能说很抱歉。今天就是张兰给的最后期限了，可咱们手里还差200万。对，小雷，要不你找张兰再好好谈一谈，让她宽限一下。没戏。哦，对了，那个夏律师那边200多万代理费，你还没打给他呢吗？不行，我答应了今天给他结款的。哎呀，又不是不给他，只是缓一缓嘛。再说了，夏律师不是也希望你能当董事长吗？你总得想办法先扛过眼下这一关再说嘛。那他爸爸怎么办？就算我把钱凑齐了，咱们怎么确定张兰不会临时变卦？万一他坐地起价呢？万一我大伯又出高价了，我怎么面对他呀？我知道你喜欢他，可你也得想想你父亲这一生的心血，你得想想咱们新城这成千上万的工人，股东会你要是争不下来，别说我这边怎么办，那么多工人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喂，秋姐，星辰集团的钱打过来了吗？我给你看看啊。还没呢，夏叔。哦，好，我知道了。谁啊？上班呢？怎么回事啊？我钱怎么还没收到？我能先进去说吗？罗律师、邱律师都不在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钱打给我？钱能不能再等等？什么叫等等啊？那我爸怎么办？你们所的款，可能我得先挪给张兰姐，只要她同意转让，股东会一过，我立马就还给你。夏叔，对不起。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可以啊，郝磊，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那你拿什么还给我？如果张兰姐要坐地起价，你又要从其他地方挪钱吗？我不是说不还给你，我是想让你再给我2天嘛。如果你不还的话，我会告你的。夏叔，我来找你坦白，是因为我不想骗你。合着我还得谢谢你呗。郝总，请回吧。你走不走？对不起。进来。方律师、罗律师和邱律师来。王律，你们找我有事儿？对，我们是因为明山集团和陈硕律师的案子找您来的。坐。陈硕律师的案子和你们也有关系。陈硕律师是我们的朋友，而许卓律师呢，也现在是我们的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不希望他们任何一方在这其中受伤害。
所以今天就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的。方律，我们听说明山集团一表示要起诉陈硕律师，梁成所这边就把陈硕给辞了。这不像是我记忆中的梁成所。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梁成所的人了，但是我记得当年在我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是梁成所和您保护了我，特别是您方律，当时您力排众议，坚持要把我给留下来，这永远在我记忆中是一道温暖的光。所以我特别不理解梁成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要和陈硕做切割呢？你们来就为了这事儿啊？就这事儿。您也知道，陈硕当时是代表梁成所签的这份协议，所以梁成所在这时候抛弃自己律师，还把自己摘出来，我怎么想也不觉得这是梁成所和您能做出来的事。怎么能说抛弃呢？是因为所里已经决定同意明山集团的要求，把代理费呢给退回去。我们也再三的跟陈硕律师做工作，希望他配合，可是他坚持不退。那所里有什么办法？很无奈呀。可他不退也有不退的道理啊，是对方委任在先。但是他的道理只能将来在法庭上让他自己去说了。再说了，他这一次的事情和你那一次事情性质完全不一样。你的那件事情再危险，那只关系到你个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关系到全所。你们也知道，梁成所和卓越所在万和的项目上合作非常的密切，我不能因为陈硕的个人原因影响到了万和项目。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再三的跟他解释，希望他呢能顾全大局。没想到啊，这陈硕还真是顽固不化。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方律师，这是梁成所最后的决定了吗？什么？切割呀。当所里的一位律师遇到不公，遭遇到了危难，梁成所会第一时间为了自保跟他做切割的。如果你硬要这么理解的话，没错，这就是所里最后的决定。好的，方律师，但愿日后你不会为了今天做的决定而后悔。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们不会在万和的项目上发难吧？什么意思啊？你们现在是在鼎鑫的债权的案子上，万和项目的一切你们都非常的清楚。我希望啊，不要把个人的情绪放大到工作上去。毕竟万和的破产重整关系到几千个大小债权人的利益，其中最大的债权人就是你们的当事人。当然不会。秋华，你呢？我也不会，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想法、什么态度，昨天说的很清楚了，这还要聊什么呀？还非得见面啊？你来我们所吧。如果你还没找到下家的话，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我们需要一个干脏活的人。我们所现在出资份额我占40%，秋华占30%，夏叔20%。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各自出5%，怎么样？不去。我不需要别人怜悯。你当然不需要怜悯了，完全是因为你的实力。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人。秋华也说你合适。谢谢，说不去就不去，我还有事先走了。陈硕，陈硕，你知道吗？灵山集团把要求你归还的560万全都拿出来，给许卓当律师费。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利益，他们就想把你往死里打。你现在光杆一个，连个律所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跟一个集团去抗争呢？我不怕，合同法不是规定了吗？合同的各方都是权利平等的民事主体，我受法律保护。
我去找过方丽红了，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如果只是民事，为什么梁成所一出事，马上要跟你做切割呢？你为什么去找他？我找他保护你啊！他保护我什么呀？我就是被他开掉的，他怎么保护我呀？可是明山集团的合同是和梁成所签的，梁成所这个时候有义务保护你。我去寻求帮助也是为了保你。你这不是保我，是在羞辱我。你到底知不知道啊？这许卓跟梁成所的关系有多近？你这么去为我说情的话，许卓以为我在示弱呢。你怎么那么在意许卓对你的态度呢？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能做出什么事儿啊？ 3年前呢，我跟他打过一个官司，打对头。他的委托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我代理的呢是这个女孩的雇主。开庭的时候本来一切很顺利，这案子我铁赢了。可是呢，这许卓搞突袭，偏说这女孩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要求做鉴定，结果庭审就停了。后来再开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女孩还真的进了精神病院去做治疗了。而许卓呢，也拿到了专家的诊断证明，他就抓着这点不放，一直咬着说在我的雇主和这个女孩签合同的时候，女孩的精神是有问题的，不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法定代理人也没有追认，就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就这样他赢了这官司。然后呢？然后我想说，这个女孩跟现在的你是一样的，一口一个许老师，对她很崇拜，对她很爱慕，所以我怀疑许卓利用这个女孩对她的感情，一定是对她做了些什么。后来我去了精神病院，我见了这个女孩。 只要我提到许卓，这女孩就受不了，就崩溃了。许卓这个人他不能输，为了赢他可以不择手段，该说的我全都说了，信不信由你。陈硕，你来我们律所吧，我需要你。谢谢罗英子。 谢你在这个时候这么为我着想，但是我太清楚咱们两个脾气了，这个阶段太敏感，彼此走近的话，我们两个会互相伤害。尤其我不想伤害。后边跟许卓接触的时候，自己留个心眼，别让他伤害你。 许律师，请。欢迎啊，许律师。方律师。哎，罗英子和秋华不是也在你们团队吗？他们怎么没有来啊？今天的场合不需要他们出现。来，请坐。请。谢谢。 那我们就开始吧，陶正，你来说。万和的财产调查和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为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做准备。你们代理的鼎鑫是万和最大的债权人，为了更好的加强沟通和理解，我们还是将情况向你们正式的通报一下。陶律师，您客气了。 经过我们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所做的调查，以及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万和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目前万和的总资产估值18个亿左右，另外有2个亿左右的资产去向不明。对这部分资产，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默契，暂时也没有报案。我们将它打成了一个待查包，也已经向法院 和政府部门汇报过。据万和的法人代表外乡春自己说，这些资产已经大部分被他转移到国外他儿子和女儿那里，并且已经挥霍殆尽，无法追回。如果想进一步追查的话，只能等重整完成，外乡春归案后，再由公安部门继续追查。我们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不知左右所了解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是否一致？ 贵所的工作我们全程参与，
所有的决定双方都及时沟通了。贵所了解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我们所完全认同贵所所有的工作，但就有一点，我们全力配合贵所的工作，希望将来在重整之后，能够优先考虑我们当事人的权益。方律师已经再三的提醒过我们，徐律师，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依据这个数据制作成财产状况报告，寻找投资人了。好，这样的估值应该不难找。事实上，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开始伸出橄榄枝了。没问题，我说完了。没有别的事儿，那我们先走了。徐律师，咱们再聊点别的。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嗯。徐律师，还有一件事儿啊。昨天呢，罗英子和秋华来到我们所，他们希望呢，在这个明山的案子上，对陈硕给予保护。我拒绝了，但我还是很担心的。你担心罗英子会因为陈硕事情泄私愤，把万和转移资产的事情抖出来。他现在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马上就要开债权人会了。现在所有的债权人的神经越来越敏感，万一这个消息走漏，我们都将前功尽弃。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我们将面临知情不报的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徐律师，你对罗英子的掌控究竟有多少？我们之前谈好的陈硕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罗英子怎么办？他对是否公开万和的事态度还很摇摆，但是呢，作为事件当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律师，他知道受托的义务和风险，如果一旦泄露了，他也是首当其冲。放心，我会处理好。我是担心啊，陈硕的事儿，他不会罢休，就怕到时候连累万和和鼎新，也许还会扯出祝成。你也不想让他了解祝成案的真相吧？万一他知道你也牵连其中的话，他一定和你做切割。那到时候曝光万和是必然的。我会稳住他们的，但是万和的进程也要加快。我们已经在加快了，这个你放心。但是他们现在可是贵团队的人啊，他们的工作那就麻烦徐律师您了。没问题。好，再见。万和有2亿去向不明，肯定就是被他们转走了呗。徐道律师，趁现在债权人会议还没有开，我们抓紧报警吧。刘总，约你过来就是想商量这件事情。商量？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有钱不还还转移资产，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对于这样的人，必须让他们牢底坐穿。如果现在报案，很可能万和的老板就会入狱，高层做鸟兽散，破产重整计划就会流产。最可怕的是，一旦泄露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就会引发别的恶性事件。所以我建议我们先暂时不公开，等重整完成之后再去报案。万和现在的估值才18个亿，还偷偷转出去2个亿，那我是不是至少应该按着20亿分钱呀？刘总，那2亿按比例，你能拿回多少钱呢？可是你想，
这2亿要追回来，要多长时间？就算追回来了，你确定你能拿到手吗？那这么一来，我前后投入那10来个亿，现在也就只剩下3、4个亿了。万和经营不好，所有债权人的利益都会受损，这是必然。不过刘总，你放心，我们全程参与和监督管理团队的工作，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暂时不公开，配合良辰所完成重整，将来重整过程中，他们会优先考虑鼎新的权益。估值低有估值低的好处，正因为估值低，投资人会更愿意入局。重整成功，债权人的利益才会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损失的这些钱，我问谁去要啊？啊？刘总，其实鼎新可以考虑对万和进行投资。现在万和的估值才18个亿，低位入局，将来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说的轻巧，我现在已经没钱了，我的全部身家都砸在万和了，已经损失了7、8个亿了，我哪还有钱再继续往里砸呀？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当初找到万和存在优质资产的证据，那万和早就破产被清算了，可能鼎新连1个亿都拿不到。如果我们现在暂时不公开，等重整之后再报案，我们还可以拿到一手。3次投票，我可以从中斡旋，让良辰所在重整计划中把我们的利益放到最优。我保证，一定让鼎新的利益最大化。行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关于投资万和，我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一下，决定要趁早，不能让别人抢先机。我考虑考虑再说吧。这一堆事儿哪有时间吃？哎，咱们这案子能赚多少？大叔，你什么时候也变成钱串子了？我早就变了，向陈律师学习。各位在忙呢。啊，徐老师，万和资料整理差不多了，确认债权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可以让您的助理来跟进了。我们交接完了以后，就先回去了。感谢各位最近的努力和付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总已经同意在债权人会议上支持我们的重整方案了。徐老师，您向刘总披露了那些信息了吗？当然，我跟他沟通过了，刘总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利害关系。英子，关于万和的策略，我和你一直有冲突，但我依然相信，现阶段报案的话得不偿失，这关系到卓越、英华、良城还有鼎新4方的利益。您是担心破产重整一旦停止，律所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可我认为这对其他的债权人并不公平，而且您的律所也将承担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我跟你说过，风险由我来承担，而不是你们。你有想过吗？如果现在报案，那重整计划将会泡汤。你觉得每个人都能拿得回钱吗？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血本无归，他们根本没有抗风险的能力。可我们是律师啊，难道不应该维护法律吗？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从不否认报案，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第一，报案是我们的义务，只是我们暂时不报案，我们只需要在重整完成前不报案，而且配合良辰所完成重整。第二，万和事情我已经和刘总说过了，他也认同我们暂时不报案的方案。只要重整完成，我一定去报案。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我明白了，徐老师。英子，跟我来一趟。徐老师，
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啊？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多少钱？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先不需要。谢谢。英子，之前邀请你加入卓越所，你拒绝了我，我能理解。毕竟我开出条件对他们不公平，我想跟你道个歉。薛老师，您叫我来，就是为了道歉。我想把你留下来。如果我现在能开出更公平的条件，你愿意考虑吗？其实说实话，您一开始让我入伙的时候，我真的很心动。我很喜欢和您一起工作，在您这儿我也学到了很多，也很钦佩您的法律理想。但凡条件公平点儿，我可能就真的加入了。但后来我又想了想，如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像现在，我还会加入吗？答案是不会。为什么？我一直认为我和您的法律理念很相近，都认为法律应该坚守原则，法律是保护，是正义。但后来我发现，法律也可以伤人。你在说陈硕？你怪我起诉他？不是，我没有特指什么。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喜欢把问题简单化。但是您偶尔会让我觉得很复杂，可能也是因为我进入这个行业没几年吧，所以对法律的理解不够。我说了，我起诉他，是因为我尊重法律，仅此而已。徐老师，我刚才也说了我为什么会拒绝，我也表达了我很喜欢卓越所，但毕竟我还有团队。不过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您的，谢谢您。太遗憾了，希望等万和结束后，我还能有缘，有机会和你合作。谢谢您，徐老师。那我先走了。来了。哎呀，站着干嘛？你跟我打一会儿呗，你坐着。不对，这事儿不对。怎么了？你说现在啊，孙明山提出复议，万一要是复议成功了，这个账户解封了怎么办？诉权保全不容易，我这拼了老劲儿了才给你申请下。且就且了呗，该起诉起诉嘛。他能找许卓恶心我，那不还钱的话，我也不能让他痛快，跟他死磕到底。什么呀是？证据目录你都整完了？对方不是许卓吗？那不得做好功课，好好应对一下。他说呀，其实这些天呢，我都没吃好，我也没睡好，我就琢磨这事儿啊。我总觉着这个诉讼不如坐下来谈判。现在孙明山已经让你逼得狗急跳墙，找上许卓了，这是要合起伙来弄。我怕你出事儿。你不想诉讼？
我不是不想诉讼，我是怕你安全有什么问题，明白吗？没问题，不用担心。你看看，说谁来电话？哼，打电话干嘛呀？先接着呗。哎，哪位啊？哦，许律师啊。啊，律师函，那我们的还是你们的呀？啊，你的律师函我收到了，那我们的应该你也收到了吧？诉前保全嘛，账户封了呀。你们不也已经要提出复议了？那咱们就走程序，按规矩办。谈一谈啊，谈谈可以，什么时候啊？在哪儿？对对对，边吃边谈，这样的气氛轻松一些啊。那你定完了以后告诉我啊。哎，司明山和许卓约咱们两个吃饭。好事啊，你不也答应了吗？自己去吧，我不去。你这脑子是不是打游戏打傻了呀？现在这么一大笔钱在共管账户里边变成死钱了，司明山害怕了。现在这个时候，咱们跟他谈条件最好。没什么好谈的，该还我多少钱还多少钱，1分钱少了我都不干。我没让你少啊，对不对？咱们吃顿饭，我把这事给你解决了。不去，去，不去。哎呀，走吧，走，说不去了，走吧，你走了，不去，这么多人都看着了，我不去。都别玩，退出。跟你这办事的，你这劲儿的。合理的是发票都在这儿呢，然后一共60份，是按年限来分派的，就是按照时间年限分好。这里面也是对，这应该没有。打扰一下，孙律师，我找罗律师谈点事情。小徐、小双，跟我出来。钱律师，什么事儿？3位也都知道，债权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虽然跟刘总统一了意见，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有咱们几个知情人，理论上不能算密不透风吧。在万和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万和的几千个股东神经都是高度的紧张，万一有什么消息走漏出去，可能会激化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我这样说，3位能明白吗？明白，钱律师。那对于万和的法人代表犯罪线索暂不报案的决定，之前我们双方达成过共识，这也是为了万和的从整，还有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3位也提前知晓了吧？哦，知晓。那好，我这有份保密协议，请3位配合签一下。这也是保证我们双方有任何一个人泄露了秘密，都要承担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有必要吗？是许律师不相信我们，怕我们泄露出去？罗律师，我们也是在用法律保障各个方面的利益嘛。那我们曾经也跟许律师表达过啊，我们会遵守契约的，我们是律师啊。我非常相信您具备契约精神，但是您手上不是刚好就有一份契约吗？好，我们可以签，但是呢，要注明一下时效，比如说在债权人会议结束，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之后，那这份保密协议也就失效了。可以，没问题。好，那你们去修改一下吧，重新打印完了我们就签，好吧？尽快啊。哎，别客气啊，坐。请坐。公子，你这回看清楚了吧？许卓根本就不信。不过这签不签的，咱们也有保密的义务。你可算了，公子，
他分明是怕你毁了破产重整，这眼看着拉拢你没成功，这就坐不住了，改用法律手段来管你。那这个时候这么急迫的让咱们签这份协议，肯定是知道咱们去过量程所了。这许卓跟量程所的关系还真够密切的哈。罗律师，你协议改好了。行，那签吧。谢谢。哎呀，这个三位不要介意啊，我也是例行公事啊。接着忙，我就不打扰。哎，夏叔，你刚才提到的你那个美国的同学，在美国是做什么工作的？他是在一家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叫加乐德咨询公司，你们应该知道吧？我知道那个公司，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家公司为几家空头公司提供过服务，还挣了不少。公子，咱们还是回去吧，怕这屋里头。明白。还没到下班点呢，咱们还下班，人都让咱签协议了，咱回自己地盘说话去。这计算器也是咱的。哎呀，咱真穷啊，连个计算器都给拿回去。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找加乐德公司帮忙调查万老板儿子女儿在美国的资产情况？对啊，万和转移出去的财产不都到美国了吗？都在他儿子女儿手里。他说已经挥霍殆尽了，但谁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呀？咱们就找人调查一下，得花不少钱。难道你是怕人万和的债主不给咱们报销吗？他们不给咱们报，咱们自己承担。许卓不查，咱们查。懂了。哎，那小卓，你跟你同学去打听一下。第一呢，先看这种业务他们接不接；第二呢，如果接的话，花多少钱？只要这钱不让咱们所破产，咱们就自己拿下。行，我现在就去发邮件。那咱们3个之间还用不用签保密协议啊？你姓许得了。哎，陈硕，我想通了，我支持你。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支持你维护律师的尊严和合法权益，我也支持你和明山还有许卓硬刚到底。罗英子，你是怎么了？是跟许卓发生了什么吗？你打起精神来吧啊！将来如果上了法庭，你一定要赢。但是作为你的同行，也更是你的好朋友，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理性对待这个案子，先尝试着跟对方沟通协商。上法庭是你最后的选择。我还有事儿，不说了，挂了。怎么了这？这老薛，你是跟孙明山还有许卓约好了是吧？不去，